15年前，蒋氏一族陷冤案满门抄斩，蒋家幼女李淑婉刚出生，被家仆掩护送去江南逃过一劫。凤渊，你生前一直念叨要找到挚友的女儿，今日我接她到将军府当女儿抚养，如今你可以安心了。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。这位是将军府主母，以后也是你的母亲。你还有个哥哥，比你年长5岁。哥哥怎么没来？哎，少爷回来了！哎，少爷，父亲在哪？将军带着小姐去祠堂了。你方才说他带回来个什么东西？淑儿，拜见你额娘。你随随便便从外面带回来个不知名姓的野种，竟要跪我娘的安！淑儿是我李英的女儿，便是凤渊的孩子，认祖归宗，拜见主母，有何不对？于礼法，事务不可；于人心呢？母亲重病卧床不起，父亲却在这个时候与别的女人有染。母亲临终前神志不清，认不清人。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嘴里还念叨着你的名字。你那个时候在哪儿？西北战场，还是别的女人的床榻上？住嘴！到了阴府以后，千般万错，自会向他认错。蒋家罪臣的身份还未洗脱，为了保住蒋家唯一的血脉，别无他法。哥哥，你不要生气。爹爹，我不拜主母了。一山梦所起，爱所起，生死相抵。这一场心所系，皆是你，魂牵又梦系。这一别情所终，娘，难道你也想我认下他吗？我欲与你同归去。想要留在将军府也可以，我会为你请宫中的嬷嬷。不知礼，无以立。既然留了下来，就不要丢将军府的颜面。知道了，哥哥。明早我便要返回西北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你们2个一定要好好相处。你明日就要走？边疆需要我，等我平定了外患，灭了蛮敌，一家人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哼！我们李家的孩子不能动不动就哭啊。喜欢就养着。可是哥哥，就是一只猫而已。你已经是将军府大小姐了，不用处处看人脸色。谢谢爹爹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在府中，你们兄妹俩便是彼此唯一的依靠。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爹爹，我会乖乖听话的。
唯一的依靠。爹爹，舒儿明白了，想在将军府活下去，就得努力让哥哥承认我。哥哥，风大，进府。啊！哥哥，怎么不进去上课？若是不能守规矩，那就尽早离开将军府吧。我现在就去上课，哥哥你别生气。要是宫里的人和你一样蠢，我早就被气得升天了。嬷嬷是宫里面出了名的夜叉，为我娘出气也好。把手伸出来，我可不打你，你是不长记性。老身这是在教你规矩。这是府上的少爷吧？嗯。我父亲就这一个女儿，实在放心不下。今日我正好得闲，想来看看嬷嬷是如何教授礼仪的。今日学了茶艺，小姐去给少爷敬茶吧。哥哥，张嘴，喝。你是我们李家的女儿，君父在上。除此外，这世间无任何人需得你上茶。我知道了，哥哥。听闻嬷嬷在宫中服侍贵妃娘娘和皇子时，皆尽心尽力，没想到出了宫，还没有忘掉这伺候人的本事，还将这训诫宫女儿的这个规矩敲到了我将军府女儿身上。宫女也好，小姐也好，女子仪态皆是相通。那江贵妃之女七公主，也是从宫女礼仪开始学起的吗？江贵妃让你教废她，就是为了报复我当年指认四皇子欺凌宫女，被陛下责罚之事。老身不知少爷所说何事，少爷认为我没有教小姐的本事，那老身就收拾收拾，回宫里继续去伺候贵妃娘娘了。听府里的奴仆说，少爷和小姐关系疏远，今日一见，分明如异母同胞啊！哼，嬷嬷请自便。哥哥，哼，哼，对不起。哥哥既然跟易嬷嬷有恩怨，那为什么还要请她来？几年前在宫中，我因为一件事儿得罪了江贵妃跟四皇子。易嬷嬷乃是江贵妃的人，
他罔顾礼法，教你一些不三不四的礼仪，是我的缘故。那我以后还学吗？不学了，年过完就该读书了。知道了。他这几日教你的，统统忘掉。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哥哥说我以后不用学了。少爷是舍不得小姐吃苦了，小姐这么乖顺，相处久了，少爷一定会喜欢小姐的。哥哥不喜欢我，黎奴，我们都要乖乖的，哥哥才会喜欢我们。快走开，小心少爷扒了你的皮！怎么办？少爷和管家知道了，一定会把我逐出府里的。不好了，小姐的黎奴把书房点着了，快来救火！小姐，有下人们在呢，哪需要您亲自动手啊？不行，书房里都是哥哥重要的东西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。下人说是黎奴碰到烛台，把书房点燃了。看管书房不当，拖下去，杖3十。少爷，奴婢冤枉啊！是小姐的黎奴纵火，奴婢冤枉啊！别怕，我是你哥的同窗，他明辨是非，不会错怪你的。柳素，把黎奴抱来。黎奴的爪子白净，没有被烟熏过的痕迹。好啊，贪污主子，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是。走。少爷饶命啊！奴婢错了，奴婢知错了，少爷饶命！少爷饶命啊！饶命！少爷饶命！别怕别怕，少爷是为了小姐惩治刁奴。我看你这是看兵书看傻了，要不是我支走舒儿妹妹，你当着她面杀人。快去给妹妹道歉。我凭什么要道歉？要不是她在院里养猫，能闹出这么多幺蛾子吗？你把黎奴找一个好人家寄养吧，不要跟着我在将军府担惊受怕的。这么乖的黎奴不养了吗？不养了，而且他也不是很乖，还不是惹哥哥生气了。我听说学堂里最近闹耗子。耗子？哈哈，对，耗子！我明日便让先生给将军府下聘猫书，若日后舒儿妹妹来上学，便能每日见到黎奴。这位是将军府2小姐，刚回望京，今后便和大家一起在韩红学堂念书。你坐那儿吧。他凭什么坐万胜雪的位置？胜雪不过3日没来学堂，怎么位置都要被人占了？先生没事，我坐后排就可以。胡闹！万家已经来人给院长辞课，
何来抢座位之说？你去坐那儿吧。好好听学，不得胡闹。哎，你就是婉婉吧？昨日我哥哥去你家里，回来跟我说，凤渊哥哥得了个美若天仙的妹妹，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关照你。你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就跟我说啊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啦。这个打开课本38页啊。啊，你今天这个好好看哦，在哪买的？江无婷，你幼不幼稚？就算盛雪辞课了，他也抢不走这个位置。你休要将事怪在婉婉身上，你怎么不去问问万胜雪为什么要退学啊？哦，她是被家里安排要嫁人了，你伤心难过，没能向万家提亲，就拿我们撒气啊？你这么护着他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外面都在说你是勤劳妓女生的孩子，骨子里都是下贱的血。你给我闭嘴！怎么？莫非我说对了？心虚？哎，你这个人，我今天你这样坏，万姑娘是不会喜欢你的。你胡说！不过你坏不坏也不重要，因为不管你好你坏，你善你恶，你为尊为卑为嫡为庶，她都不会喜欢你，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就是一个不敢开口，只敢迁怒旁人的懦夫。懦夫！你胡说！你们都胡说！在我天，你找死啊！今天你过来，你过来！我有病吧你！我非打死你！还不住手！先生，是他先动手的。明明是你们先羞辱的我！住口！血堂森严，岂容你们放肆！你去后山砍柴，不把柴房堆满，不准回去。先生，我……你们俩去走廊罚站，站足1个时辰。婉婉，狗嘴里吐出的话，你可千万别放心上。将我养大的医馆郎中爷爷说，捡我的时候，我的襁褓里是秦楼女子才会穿的艳丽衣服。爹将我接走的时候也嘱咐过我，不可提自己的身世。也许他说的是对的。你们罚站呢？完了，他肯定会跟爹爹告状的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杨家的姑娘敢做敢当，露出来，丢脸也要大大方方的。你看，像舒儿妹妹。哥哥，不错，学会丢脸了。怎么学到脸上去了？哼！千万别在我手里，要你们好看！哎，今日杨修长在课间说学堂从将军府小姐手里骗了一只猫，难道是这只啊？去，把猫给我抓出来！啊，好。黎奴，看我给你带了小肉干。白日黎奴一唤就来，小姐你先别急，说不定他是贪玩躲起来了，奴婢陪您找找。这怎么会这样？黎奴，小姐，刘儿，快带我去找郎中。黎奴的身体好凉啊！小姐，天快黑了，医馆在西市，马车过去远得很，要不先让刘儿骑马带他去，这样快些。对，小姐，你把黎奴交给我，我一定安全送到医馆。你快去，我就在学堂等你回来。好。小姐，不哭了，
黎奴他很壮实，会好起来的。奴婢去给你拿湿帕子擦脸。小姐这是怎么了？刘二骑马送黎奴去医馆了，小姐回去没有马车，又担心黎奴，只好在这儿等他。黎奴为何会受伤？奴婢也不知，像是被利器所划伤。回府。我想在这里再等一会儿，等刘二回来。刘二一时不回，你能再次等？他若是半日不回，你岂不是要在这里等一天？还是你觉得在此等候有用，能救他于鬼身手中？跟我回府。坐吧。今日第一日上学，小姐就受少爷委屈了？不是，是黎奴受伤了。不过少爷也对小姐说了些重话就是了。也不知何时，小姐和少爷的关系才能有所缓和。小姐，小姐，郎中怎么说？小姐别担心，郎中说了，为伤及要害，好生照料，伤口便能恢复。但伤口千万不能发脓。太好了。小姐，黎奴还是养在东乡嘛，他如今病弱，不便走动，老奴好让下人准备准备，为他造一块好动作的地方。不必了，等会儿还是送他回学堂吧。你拿些银子给学堂的小厮，让他好好照顾黎奴。好，老奴这就让人去套车。少爷，小姐呢？小姐和柳素送黎奴回学院还未回来，想必是上次书房着火牵扯了黎奴，小姐不想给少爷再添麻烦。夜不归宿，成何体统？去，带府里侍卫去把小姐接回来。是。我在学堂陪了会儿黎奴，所以才回来晚了。回少爷，那猫今日伤痛，吃不下东西，小姐陪着哄着喂了些肉，这才耽误了时辰。小姐不知早晚，身边伺候的下人也忘了时辰吗？哥哥，我以后再也不回来这么晚了。罚俸半月。我还以为免不了一顿板子呢。哥哥以前经常用刑吗？那倒也不是，少爷赏罚分明，府里的人都很尊重他。将军府主母走得早，将军又常年在外征战，所以少爷5岁时便独自一人守着将军府，一边等着将军回来，一边用雷霆手段治理将军府。
小姐，等与他相处久了，心里自然就有数了。刘儿一时不回，你能再次等他？若是半日不回，你岂不是要在这等一天？还是你觉得再次等候有用，能救他于鬼神手中？我好像有点懂了。你可知舒儿妹妹喜欢什么？你为何不自己去问她？我哪还有脸去问她？春儿说舒儿妹妹的猫受了伤，怪罪我没照顾好她，说日后若小猫受了伤，便要拿木剑劈断我的腿。你妹妹都要翻到你头上去了，你也不管管？兄妹之间，你还在乎这些？那我换种说法，若是以后你有了心悦的姑娘，她翻到你头上，你却感到快乐时，哼，你便懂了。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韩红学堂里都是名门望族，你若待你妹妹不好的话，小心他们将舒儿欺负了去。我听闻昨日江家的就跟舒儿吵了起来。黎东为何会受伤？奴婢也不知，像是被利器所划伤。哼。我记得你上次过来时，想要我这一罐蒙顶茶，你肯舍爱送我了？哼，拿走。哼。你敢打我？知道痛呢，就应该知道将军府的人不是你能欺负的。他不就是个李家的野种吗？为了他，你就不怕江贵妃灌死下来？李舒婉是谁？是我李家的家事儿，容不得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挥。哎，李公子，您这是？啊，我已经给你们家公子下过聘猫的礼了，猫我便带走了。啊，下了什么聘？我给大公子禀报一声。一罐好茶。你的猫，猫，我给你带回来。以后夜里无要紧的事不可出府，就算是有要紧事儿，也得经过我的意。还有，出府过后必须让刘儿跟着，不可只走他。听清楚了吗？冰声悠悠，让双飞燕翩翩落枝桃，我与你在独行眉梢。谢谢哥哥。小黎奴，你总算在将军府安家了。我要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叫百岁吧，长命百岁。小姐，杨府小姐送来的。青春约我去元宵灯市。以后夜里无要紧的事不可出府。百岁，你说哥哥能同意我出门吗？
哥哥说过晚上不能出门。少爷，哥哥，怎么还不出门啊？不是说要去元宵灯市吗？哥哥也去。杨修禅给我送来帖子。路上带着暖手。走吧，再不去，西市就该挤不进去了。爹，慢点，别跑那么快。来，让爹抱着你啊！走。他不在，你觉得孤独吗？爹爹吗？有你呢。哥哥呢？爹爹不在，你觉得孤独吗？不知道，也许以后不会了。婉婉，青春，给，元宵节快乐！婉婉你真好。哦，对了，那边鳌山快来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哥哥，一会儿我想买糖块。那去吧，既然出来了，自要尽兴。哎，等等。和你牵手穿过人海，留个心意环若世外，流连忘返，默默关怀，心的羁绊会松开。如若剩下我爱的花一开，快去吧。谢谢哥哥。走，走啦。哎，我当初说什么来着？哇！等你们亲近了之后啊，就算他骑到你头上，你也甘愿？要你管？都学会给舒儿妹妹拿衣服了，你李凤渊何时做过伺候人的事儿？我就不信这个还堵不住你的嘴。哇！江家那小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那为何心情如此低落？学堂里的沈回走了，听说是他父亲酒后提起奇谭事变，触怒了陛下，被贬离京了。沈回，他是我在学堂里玩的最好的男同学。先生说，当年蒋家是天地阁，要天下岂有论棋，实则暗中谋划祸国，才被诛杀。真是这样吗？奇谭事变，当属党争，而非贼子谋逆。党争？皇上膝下子嗣众多，其中中宫太子，也就是五皇子齐伯景和江贵妃之子四皇子齐征，最有可能继位。当年四皇子一党借天地阁做文章，诬陷蒋家结党营私，蒋家被满门抄斩。他们不过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如此说来，这竟是一桩陷害的阴谋，那蒋家岂不是冤枉？哥哥在蒋家可是有相识之人，怎么语气如此惋惜？算吧，我母亲挚友，那是蒋家主母。哥哥，你别难过。
我不难过。当时我见蒋夫人时，她已身怀6甲。我只是感慨啊，世事无常，令人唏嘘。少爷，宫里送来了武塞的帖子，只不过这时间好像和您要回江南的时间撞上了。回江南？前段时间江南来信，说外祖母已是花甲之寿，让我若有时间的话，便去江南看看。那你何日出发？你不参加武赛了吗？你是打算让我去武赛啊，还是暂时不想同我暂别啊？怎么，不开心了？才不是，只是这账怎么都算不清楚。那便不算了。如今天地阁改成了一家酒楼，我带你去打打牙祭。嗯。哥哥，再多带几个人吧。此去江南，山高路远，你要是只带刘大，怎么让人安心？谁不放心啊？宋叔，自然是宋叔。哦，只有宋叔啊？我自然也是不放心的。那我便多带几人。江南雨多，出门别忘了带伞，别淋了雨不当回事，染了寒症。好。哥哥路上若是受不住暑气，便在客栈多歇一歇。想来晚到1、2日，老夫人也不会怪罪的。好。怎么不继续说了？还需要注意什么？知道你在敷衍我。既然这么担心我，为何不同我一起去江南？我跟金春约了一起去看武赛，哥哥外祖母家，我又用何身份去啊？江南有些东西我必须查。我马上就回来。哥哥，一路顺风。外祖母，来，长大了。你父亲怎么没有来啊？啊，西北有战事，父亲随军去了。唉，若是当年让你父亲入赘我骆家，又怎么会是现在的结局？渊儿说，你父亲战场杀敌，是大齐的英雄，不愿让他为难。你父亲远在关外，你独自在将军府，过得可还好？
孙儿如今并非一人，还有个妹妹相随呢。哎呀，对呀，我给忘了。2年前你父亲来江南，带他回去的时候，曾告知过我。外祖母怎么知道舒儿啊？为何祖母知道李书婉，却如此的评价？外祖母，关于李书婉，您又知道多少？嗨，江南巴掌大的地方，你父亲当年过来接他的时候，我很快便得到了消息。我虽然不喜你父亲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对你母亲用情至深。他与你母亲成亲多年，也没有听说过身边还有其他的女人。这样人品的人，又怎会弄出个不清白的孩子来？外祖母，你这猜测，可有跟别人提起过？我这哪有心思管他李家的事儿啊？要不是你提起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少爷，已经打探清楚了，小姐的生母乃是一名秦楼女子。秦楼女子生下小姐之后，自知养不活她，于是乎就把小姐放到了一所叫寿安堂的医馆门口。经营医馆的夫妻心善，收养了小姐。没过多久，青楼女子也就病死了。那人埋在哪儿？少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事情办妥了。说清楚点儿。我按照您的吩咐去了郊外的坟地，那里十分破旧，就这一具白骨。以父亲的性格，绝对不会让枕边人葬送的如此草率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。少爷莫非看出了什么？按昭雪录记载，女子身孕，骨骼分离。这具尸骨明显没有生育过，你确定没有找错地方？肯定没有，奴才去查了户籍和档案，就是那里没错呀。此具尸骨定不是李书婉的生母。哦，对了，少爷，说来奇怪啊，你说那么破旧的墓地里面，怎么会有这么一精美的簪子啊？坟墓处理的如何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坟墓伪造成了山崩损坏。此事定不让第三人知晓。奴才明白。百岁，你说哥哥以前一个人在府中，也是这般孤独吗？舒儿好想哥哥。外祖母，坐下来说吧，你发现了什么？这簪子，您身边的如嬷嬷也有一只。舒儿的身份，您告诉我，您到底隐瞒了什么？既然你查到了，便不瞒你了。青楼女子是假的，是我陪嫁丫鬟的亲妹妹假扮的。舒儿不是你父亲的私生女，是蒋家的孩子。当年奇谭事变，蒋家满门抄斩，只剩下他一个。蒋家是我母亲的挚友蒋家。是，你父亲求我护他，只能造一个不清不白的身份，遮人耳目。孙儿知道了。
你父亲宁愿你怨他，也不愿你卷入这党争余流。你若没本事替蒋家昭雪，那就把这事儿烂在心里，不然就害了那孩子。我能护他。明年过年，外孙带妹妹来陪您过年。好，好，去吧。此行路远，万般小心。有啊！他们可有凤渊哥哥舞得好？自然是我哥哥更厉害。婉婉，凤渊哥哥离开月余，你想他吗？有没有偷偷的哭过呀？解开你心底所有尘封的回忆。怎么不记得我了？如潮汐，如梦初醒，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。哥哥，陪你看尽繁华如雪。如果哥哥身份能护住他，那便如此吧。所有尘封的回忆，当月升起，一如潮汐，如梦初醒。此情不息。爹爹说过，李家的女儿不可以哭哭啼啼的。如此就很好。凤渊哥哥笑什么？婉婉都哭了。哼，你懂什么？凤渊从前一个人，如今好不容易得了个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好妹妹，心中自然欢喜。凤渊，你觉得呢？自然。怎么，不哭啦？哥哥此行可还顺利？顺利的。我刚回府，听宋叔说你在看武赛，我就赶来找你来了。原来不只是我在家中想哥哥，哥哥也一直念着我。哥哥真好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两位妹妹都到了择婿嫁人的年纪，若日后不长眼睛，喜欢上不学无术纨绔子弟该怎么办呀？为何忽然想起这些啊？你只需以身作则，像你这么品学兼备的兄长在身侧，我相信他以后自然瞧不上中庸无能的男人。有点道理。真厉害！就是这么厉害！真厉害！是太子殿下，今日你的场上的姑娘们乐不思归。凤渊留步。恭喜殿下。凤渊谦虚了，若是今年你参赛，哪轮得到我夺冠？听说西北战事已经打到了关键时刻，你阿玛是大齐的英雄。殿下过誉了，李家世代从军，我们保家卫国职责所在。你日后若想入仕为官，我定助你位列宰辅；你若想上阵杀敌，我替你保护家人，让你无后顾之忧。多谢。哇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随便买了点。这里啊，
还有外祖母给你准备的。外祖母说，今年过年你同我一起回江南。我去拜访外祖母，会不会冒犯啊？你说李凤渊的妹妹，怎么会冒犯呢？哥哥真好。这些是谁教你的？这样吗？金春教我的。以后不许这么对别人。金春不是别人。那除了他，不许对任何人这样。那哥哥呢？你不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吗？花灯，哥哥，今晚我们一起去市集玩好不好？下雪了。少爷，西北战事平定，陛下，请您入宫去。定是父亲回来了，你在家等我好消息。柳素，你说平定西北这样的大喜事，为何公公笑得比哭还难看？李将军拔营向北，苦战3月，退敌200余里，却因连年作战，负累不堪，病亡西北。大齐折损了一位将军，往后战事只怕艰难。你可愿代父出征？哥哥，哥哥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？我没有父亲了。解开你心底所有尘封的回忆，当月升起，一如潮汐，如梦初醒，找回你眼中失去颜色的风景。哥哥，哥哥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高烧昏迷了3日，我去叫不，将军过来。哥哥，将军，哥哥西去，爹爹真的不在了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。我自己去找哥哥。哥哥，好些没啊？我没事，哥哥不用担心我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啊
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堂堂正正的李家人。我不在时，李家一切事宜由你做主。你聪颖明锐，自幼刻苦。哥哥，你带我一起去西北吧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带我去西北，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不会给你添乱的。西北苦寒，何日离开？后日。凤元，这是我从我爹酒库里偷出来的老酒，西北苦寒，你带着暖暖身子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千万小心。你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若是回不来，你就是他哥哥。生辰寿宴、嫁人生子，你都要为他坐镇。风月哥哥，这是我求来的平安符，你要好好带在身上。多谢，我不在时，婉婉就拜托你了。爹爹，我终于明白您那时离开家的心情，原来离别是这般滋味，让人肝肠寸断。雪落将军们，我走了啊。哥哥，你何时回来？婉婉，对不起，任何回答都可能变成不会兑现的允诺。泪不敢出声，谁知孤女明藏着旧安身。他说不许归，却替我挡风尘。他说不想染，却护我到天明。哥哥，一盏茶滴尽淌过少年心。原来冷眼里哥哥，等你凯旋，我一定会替你守好将军府。小姐，宋叔，天寒，宋叔千万注意身体，切莫病倒了。多谢小姐挂念。小姐好像突然就长大了。小姐，再过2个月就是新年了，今年府里如何安排？宋叔照旧安排吧。明日我要下江南。哦，去江南？晚辈李淑婉，见过老夫人。父亲丧气，穿得如此素净，一看就是个守礼的好姑娘。这么小的年纪，真是苦了你和你哥哥了。哥哥临行前跟我说过，今年本来要陪外祖母一起守岁，淑儿来替哥哥守约。好姑娘，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一日不如一日，也不知道还能剩多少日子。有你来陪我，我很高兴。外祖母，我想随您一起学习经商。好，好，好，只是你要尽心尽力的学得快些，我怕我老糊涂了，别教不成了。对，这里把这书加上。你看这个和这个，对，然后再看看这里。这版成色好像不如上一个。
小姐，您刚病愈，这么操劳不利于恢复。外祖母年迈，从前的事她都不记得了，手底下的人不安分的很，都等着日后想咬下一块肥肉来。这些年，我将那些蛀虫都换成了自己人，就剩下丝绸庄子的丁老板，是个啃不动的硬骨头。杀！说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不能好死！杀了，把尸体送去给丁老板。我绝不会让外祖母家业落入旁人手里。哎，小姐，桑树年年长，蚕丝年年吐，哪能忙得完？你这样不顾及自己的身体，等将军回来，4年了，寄往西北无数封信，都没有音讯。小姐，刘二说将军前些日子打了胜仗，陛下要给将军升官呢。是蒋家的小丫头来了吗？外祖母，我是舒儿，李舒婉。舒儿啊，你是蒋家的小舒儿，是李家。蒋家渊儿替你和凤渊定了娃娃亲呢。哥哥还有娃娃亲？何时的事啊？在肚子里就定了。要不是当年圣上怪罪，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的糊涂话，您不要句句当真。小姐，丁老板来了。丁老板可算来了，让我好等。你放尸体到我府上，还敢换掉我绸庄的人？哼，这是要断我活路！这些年，你贪没洛家多少银两，还敢派人来刺杀我？这具尸体不过是回礼罢了。把你的位子让出来，否则下一具尸体就是你。哼！我辛辛苦苦为洛府一辈子，多吃点怎么了啊？普天之下谁不这么做事儿？就是皇帝身边的太监都比旁人多2斤油水，你凭什么让我让出这个位置？这些年我穿着粗衣，同你们一起混在商会中，待得久了，丁老板好像就觉得我只是一个商人，觉得我年纪轻轻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而忘了我的身份。哼！我父亲李英乃前任大将军，我兄长李凤渊是现任安远侯，我李舒婉是望京将军府的女儿，安远侯唯一的妹妹。权我有，势我有，钱我也有。洛家商会的位置，我想让谁滚，谁就得给我乖乖的滚下来。从前你贪没的那些银子，我就当喂了狗。我给你2日时间，把账簿交给容嬷嬷，但凡铺子里少了1颗算盘珠子，都要了你的命，还不快滚！哼！老奴多谢小姐。嬷嬷快请起。这些年多亏您陪在外祖母身边，协助我打理洛家的生意。洛家生意交给你，我放心。
少爷，您找我？有些事情就让它烂在肚子里。老奴知晓，老奴定不辜负小姐嘱托。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不好了！外祖母怎么了？老夫人午睡醒后就开始说胡话，还是……大夫，我外祖母怎么样了？有尽灯苦，熬不过今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舒儿，舒儿在这儿，该走了。我该走了，我娘和玉安儿来接我了。外祖母，外祖母，老夫人，老夫人。骆家的生意我都打点好了，管事都是自己人了，估摸着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，但还是劳烦容嬷嬷费心些。老奴都晓得，您回去一路小心。4年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家里寄来的信呐？给我看一眼，怎么了？嘿，哎，你这个心眼儿啊，可比那针眼儿大不了多少。知道的呢，说是你妹妹寄来的信；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媳妇儿寄来的。哎呀，都说这家书抵万金，可你从来不回信，你就不怕你妹妹把你给忘了？于我而言，这样也挺好。哎呀，你这样，你妹容易记恨你。恨也好过痛，这样才能将我忘了。若有朝一日我战死，她应该也不会那么难过。呸！晦气！什么死不死的？只要有老夫在，你就死不了。这药真苦。哎呀，5年了，只要打赢这场仗，西北我看就该平定了。5年了，婉婉还记得我吗？欢迎将军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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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元，太子为你接风，给你办了晚宴。我们先回宫见陛下。回首一眼，如梦三千，拨乱了心弦。此生遇见，结下夙愿，绝爱的蜿蜒。婉婉，风云哥哥出征5年了，就来了一封信，你不看吗？说有要紧的事，他早该写信回来了。如今仗打赢了，那这信也不是遗嘱，也不必非得看。
看谁回来了？我假装心不先停，不去看你的眼睛，可是泪已隐隐打湿了飞过的蜻蜓。太子哥哥，舒儿妹妹，怎么了？那人瞪我。枫叶哥哥，你也是大姑娘了，怎么还胡闹？太子哥哥，你看他。景春姑娘，来，大家入座吧。哎，将军，刚才离开的那姑娘真的是你妹妹啊？我看她好像不认识你啊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你会认错你5年未见的妻子吗？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，庆祝凤渊凯旋。哦，来。小姐向来不爱打扮，今天为了见将军，难得将这红宝石耳坠都梳妆上了。今日怎么会回得这般早？我想休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我话醉了没缘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太子是哥哥，那我是什么？自然是将军。你在生我的气？为什么生气？气得连哥哥都不愿意叫了。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认我了吗？我要休息了，将军回去吧。叫声哥哥，我就走。1年不见，怎么变成无赖了？云雾阑珊，散落茫茫人海，回忆在独白，任思念千里之外，愿成为那黑暗中的微芒，去照耀着彼岸，为你等待。心辗转，顷刻间爱错躲不得，旧梦萦绕，怎奈殊途。独西北。侯爷，素叔，这些年府中多亏了你啊！小姐长大了，府中的担子都是她在担，老奴没出多少力。
府中是吃的不好吗？怎么感觉小姐瘦了许多？唉，府里样样好啊，不过江南那边府中事多，小姐一旦忙起来便顾不得用膳，胃就会落下些毛病。啊，我知道了。这是做什么？陪你用膳。嗯。多吃些。吃多吃少你也要管。嗯，要管的。大将军，这里不是军营，你不要把我当成你手底下的兵。你在西北，经常挨饿吗？啊，行军打仗，在所难免。你宣的粮食顺利运到西北，无人敢动，你放心。梁上又没写名字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戴这么重的耳环，不疼吗？敢凶我？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对猫而言，5年约莫于人类的半百之久了。它小小一颗脑袋记不住事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估计早已忘记将军是谁了。短短5载便不认识了？5年短暂，那对将军来说，多久算长久？情深则长，情浅则短。你觉得5年算长吗？西北已定，婉婉，以后不会再有下次了。不重要，5年、10年，对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。侯爷，侯爷，周军医来了。嗯。军医？你这伤口怎么恶化了？若是感染发烧，可就麻烦了。我给你的药放在哪里了？在屏风后面的隔层里。哎，你别动，我现在去拿。原来5年我写的信，他全都看过。婉婉，小姐，我是个粗人，怕弄疼将军，劳烦小姐为将军上药。不帮我上药吗？男女有别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外男。
我化作一婉婉，阵风，扫去你叫声身上的尘，叫声哥哥，途经只有我就走。你的晨昏，我奋不顾身却无声。渊儿，又是一年你的生辰，这是娘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。或许你已经进入官场，你的父亲当时平定西北，现在在为你的婚事发愁了。娘，对不起，爹爹永远留在了西北黄沙之中，而我也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。好了，再说你爹又要嫌我唠叨了。如果你爹没有给你说大好亲事，娘亲有一位至交好友，我曾与他说定，若是生下女儿，我们两家便结为亲家。对了，他叫明生，夫家是望京蒋氏，你也是见过的。周先生说今天该上药了。哥哥，放轻松。哦，疼？有些。你今日要出去？
沈回办了个义卖，我去捧个场。沈回，他回京了。你穿的这般华贵，就是为了去见他？过几日就要到你的生辰了，要不在府中设宴，邀请你的朋友一起过来聚聚，是时候见一见这个沈回了。不了，我那日还有事。又是和那沈回？5年了，终究是我错过了太多。沈回2年前便举家搬回了盛京，因得一手好字，在盛京小有名气。凤月哥哥，好兄弟，大好的日子怎么在书房啊？今儿啊，可是舒儿妹妹生辰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婉婉呢？她不是与你相续？没有啊。哥哥，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哥哥，我好想你啊。哥哥，你身上好香。我在西北给你带了些首饰，回头让宋叔送给你。首饰？哥哥为何会有姑娘的首饰？难道我要有嫂嫂了？怎么？你不想我给你找个嫂嫂？随你。什么首饰啊？有耳坠吗？簪子、耳坠、玉镯子都有。怎么？你喜欢戴耳坠啊？不喜欢，拽的耳朵疼。不过，哥哥喜欢。那天你盯着我看了好几眼。哪日啊？就是宴会那日，我靠着太子哥哥说话，你便是。我假装心不嫌弃，不去看你的眼睛，可是泪已就是这个眼神，你那日就是这么看着我的。你看，给你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小姐今日为何会醉酒？回侯爷，小姐和沈公子今日去明月楼用膳，小姐和沈公子在包厢，特意吩咐不许我们进去打扰。日后小姐再同沈公子相见，不可叫2人私下共处。是。看什么呢？好戏。好戏。哥哥的腰，好细。胡闹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哎呀。
吃点东西再睡，不然对胃不好。你别急啊，慢点吃。我怕以后就吃不到了。我不会再走了。再吃点糕点。哎呀，我离京5年，多谢殿下对婉婉照拂。五赛那日，我说话算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舒儿妹妹也到了该议亲的年纪。是啊，上门提亲的媒人倒不少。太子可知，这5年婉婉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谁啊？这人我也是听金春姑娘说过，是个提得起笔握不起枪的家伙。听说舒儿妹妹曾资助过他办事有力，待到这考生考取功名，便带他离京，脱离苦海。苦海？唉，想必是金春那丫头胡说的。舒儿妹妹这般才干出众的姑娘，寻常男子她多半是瞧不上的。我倒是情愿她眼高于顶。父皇前些时春猎，从马上坠下，至今卧床不起。江贵妃将消息封住，外人无人知晓。殿下，李家世代拥护大气正统，只是待殿下继位久午，凤渊有一事相求。哥哥的婚事，我不敢智慧。不过外祖母曾在世时，我好像听他老人家提起过，哥哥原来是有婚约的。既如此，便罢了。何夫人为何今日频频这般看我？可是晚辈身上有何不妥之处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李小姐与将军生得不太像，倒是与我一位故人有些神似。这位故人可是姓名？李小姐怎么知道？曾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。往后多来国公府做客。可是又同你说亲呢？为何如此担忧我的婚事？就不能是有世家小姐相中了将军？在读什么？描述各地风俗的游记。哎，这书怎么不全啊？这是我朋友著的书，天地山河他只见过一半，所以这本书只有半本。听说舒儿妹妹曾资助过他办事有力，待到这考生考取功名，便带他离京，脱离苦海。又是那个姓沈的。为何这样叫他？阿婶有名字。你与他关系已经亲近到唤他阿婶这个地步了。阿婶懂我。我陪你长大，我不懂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3日后杨老将军70大寿，我去库房请点贺礼。哎呀，可曾看到婉婉？婉婉，
娃娃好像有点醉了，沈公子陪他在花园散散酒气呢。落花醉了梅园，恍若人生是初见。去把你家小姐请过来。小姐正在与沈公子聊天，要不等他们结束？就说我旧疾复发，在马车上等他。你倒舍得过来。伤口怎么样了？让我看看。没事儿，不打紧，静养就好。这是什么味道？你说的味道，应是阿婶送我的茶花香囊。为何丢我的东西？姓沈的他是什么好人吗？你就要这么护着他？这茶花是他亲自采摘烘制，难得送我，我很是喜欢它。谁允许你收别人的东西？松开！婉婉，我是什么恶人吗？为什么待别的人比待我好？明明我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，凭什么？好，你若是不回头，我便折身去姓沈那里，将他暴打一顿。你堂堂一个大将军，喝了几口酒，就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动手，你那又怎样？侯爷，小姐，将军府到了。哼！风渊，哎，风渊，啊，昨日你怎么不辞而别啊？我爹托我给你送的回礼，上好的金疮药。修禅，有件事我想同你商议一下。何事？我想请伯父伯母认婉婉做义女，请你当婉婉的义兄。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？哦，你是想等舒儿成亲时，让我爹娘给舒儿撑撑场面？哼，凤渊呐，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便开始担忧。若日后舒儿真的成了亲，那你不得拿刀把人给劈了？女子非得成婚吗？你就非得娶妻吗？我可以不娶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这话怎么听着有些怪？李凤渊，我问你话呢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你知我从来没对什么女子心动过。什么？我心悦婉婉。我心悦婉婉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胡话？我对婉婉是真心的。疯了！我看你是疯了。那是你妹妹，你身边没女人了吗？非要对舒儿起心思？我问你，若是我对春儿起意，你作何感想？这话说出口，我都恶心。我与婉婉同你与京春不同。
我并非是我爹亲生的。你真当我现在是傻子？你要不照镜子看看，你同你爹长得一模一样。那婉婉呢？舒儿知道吗？他知道你的心思吗？我不清楚。疯了！修禅，你若是愿意，你日后就是婉婉的义兄。疯了！我看你是疯了！侯爷，侯爷，小姐她与沈公子去了秦楼，好像要商议离开望京的事儿。他想离开望京？啊！大人常来呀！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客官，慢点儿，快来呀！哎呦，你慢着点儿，您来了，注意脚下。来，请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去找阿婶，放开！你告诉我，谁家姑娘和朋友去秦楼商议离家远走？这是你从何处听来的？快看呐！你疯了！这是在大街上！你放开！小姐，出去！何时起的心思？你打算同他走，是何时起的心思啊？你既然查得一清二楚，又何必来问我？我若是不知，你是不是就打算抛下我，一走了之了？婉婉，他究竟有什么好的？他虽比武夫少些力气，但也不缺胆识，文气稍弱，却有丹青妙手。阿婶还如此年轻，自当是前途无量。你告诉我，他哪里不好？婉婉，你身份尊贵，见过这世上数一数二的好男人，文武双全的比比皆是。他就一书生，他能给你什么呀？他沈回有何不同啊？他就是不同。将军忘了，我本也不是什么金银转狱中的贵人，粗茶淡饭、织布耕地，我都做得来。况且一别5年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往事今朝事会变，人也会变。我早已习惯一个人，自然也吃得了苦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对，他让我安心，他你就这么喜欢他？对，他让我安心，他漫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，恨不知心底的在意。月光如水，换尽了浮华的旧事，唯愿留一笔相依。是不是只有他？你是不是除了他，别人都不行？我也不行。婉婉，这世上没有人会比我待你更好。若你我并非血缘兄妹，你是要别人，还是要哥哥？要你。你再说一遍。忽然月上缺，我要你。红尘是花三千，大雪零落的眼。小姐，先前侯爷像山匪头子一样把您从街上掳走，看着实在吓人。小姐，他未对您动怒吧？这是哪来的？您跟侯爷
这可不可呀！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，活过半百都算高寿。人生匆匆，有何不可？哥哥的婚事，我不敢智慧。不过外祖母曾在世时，我好像听他老人家提起过，哥哥原来是有婚约的。既如此，便罢了。何夫人为何今日频频这般看我？可是晚辈身上有何不妥之处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李小姐与将军生得不太像，倒是与我一位故人有些神似。这位故人可是姓名？李小姐怎么知道？曾也有人这么跟我说过。阿生来了吗？渊儿说，阿生今天要来陪我去看唱曲儿的。老夫人，蒋家已经不在了，您记着，以后这种话千万别说，尤其是在李小姐面前。您可千万要记住。阿生，你可算来了！来来来，快来！外祖母，您认错人了。你和阿生长得一模一样。走走走，看戏去，这戏台呀都搭好了。来。又不是亲生的，有何可怕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婉婉，我并非罔顾人伦的禽兽，你的身世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啊？知道什么？虽然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，却不知其中的细节。婉婉，当年党争祸及蒋家，我母亲帮蒋家老仆送你去江南，这事过于沉重，我本不应该告诉你的，只是因为今日，因为什么？怕你多想，被世俗所缚。那若我并非蒋家女，若你与我真的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妹，哥哥，你要怎么做？你怎么不说，若是你与我是亲姐妹，我又当如何？那你是何时知道我们不是血亲的？是在西北，还是回京以后？哼哼，更早。小姐，你是起来了吗？好吗？哪学的登徒子心境？今晚就跑！李凤渊，李凤渊，李凤渊，李凤渊！修禅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闻李凤渊那厮将一位小姐当街掳走，他太不是东西了。舒婉妹妹笑什么？我发这么大火，都是为了你，你竟然毫不在意。在意什么？他跟我说，这是该不啊！这哥哥对我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婉婉，你以后得防着你哥些。回来的正好。哎呦！
我问你，你昨日掳走的姑娘是谁？是婉婉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你们俩，我还担心你欺负叔啊，想将她接回杨府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李家的事儿我不管了。婉婉，你先回去，我有事情跟修禅商量。嗯。哎呦，哎呀！我之前听闻，你打算请旨迎娶福安公主。既然做好了打算，就不要再拖延。宫中有事？陛下坠马，重病不起，全靠一口丹药在这撑着。到时候江贵妃与太子必有一争。福安公主是江贵妃之女，四皇子的手足亲妹，若是起乱，她必将有所牵连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早些做决定吧。我这就去拟奏。好兄弟，你放心，我日后再也不会打将舒儿接走的主意。多谢了。人家修禅哥哥成婚，你倒喝得不省人事的。在修禅，我要摔了，流苏快。哎，小姐和侯爷，这也太过亲密了吧？少说话，别多问。哎，你们在这干嘛？赶紧走啊！哎，流苏姐，少说话，别多问。喝成这样，还不赶紧回去沐浴？傻站着干什么？我今夜不回西厢。我床太小了，容不下你，快回去吧。我只有巴掌大，100岁能睡，我也能睡。和猫抢地方，亏你说得出口。哎呀，早一日，晚一日，我总会将他赶下床。婉婉，婉婉，那你安分些，说是吵闹，我就把你踹下去。好啊。帮我。不是说要安分些吗？这样才安分啊。大夫怎么样？回宋管家，小姐身体康健，并无其他。多谢大夫，我送您出府。好。请。怎么？可是身体不适？不是，是宋叔不太放心，叫郎中来请平安脉。哦，那就好。侯爷，老奴是府中老人，这其中的缘由我知晓，可外人不知。
若有了身孕，瞒不住了，外人如何想小姐啊？宋叔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侯爷，侯爷，小姐和沈回去了城外。难道婉婉还是想跟沈回离开？唉，阿沈是个很好的人，你不能同他在一起，总觉得有点遗憾。他是个很好的朋友。我跟你说，婉婉，你和凤渊哥哥，你没听错，那你和阿沈都是演的？那你为何要跟他去秦楼啊？他喜欢的姑娘在里面，他帮我演戏，我听到姑娘说声。婉婉，我跟太子哥哥的婚事就快定下来了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嫁给阿锦吧？今天你和我说的事，未免太惊世骇俗了。江春，对不起，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你说完。李凤渊，你罔顾礼法！你若还肯好好恪守本分，做婉婉的哥哥，今后婉婉和我一同入了宫，我还能在阿锦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保你今后每月都能见到婉婉一面。入什么宫啊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都肿了。刘素，快把金春扶着，去马车上服些消肿的药。他威胁我。婉婉。哎呀，婉婉，沈回他还回了？不回了，他说要周游人间。怎么，我少了一个朋友，你就这般开心？怎么会啊？你难过，我比你更难过。湘君现在脾气是越来越大了。往日你出门都会提前告诉我，今日掩人不言，故意的。你身上怎么有股药味？伤口不是已经好了吗？你身上难道有新的伤口？哎呀，习武之人嘛，有点小伤很正常的。哎呀，婉婉，没事儿，只在与雪天会隐隐的疼，没有大碍。别动！李小姐，您找我？本不想打扰先生，只是昨日知道哥哥膝盖有旧伤，想问问先生，这伤是如何来的，能否根治？只能定期针灸养着。前几年大将军左膝被敌军一箭射穿，骨头都碎了。虽然重新缝合，但是当时战事紧急，还是落下了病根儿。
是不是很痛？当然，要不是将军年轻体壮，怕是挺不过来。当时将军高烧不退，濒死之际一直喊着你的名字。注意别吹风受凉，好好养着。这膝盖还能再多用几年，在家先落腿了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西北的雪也如我们初见时那般大吗？冰得更猛烈，风雪一个赛一个急。大雪一下，就是连着好几天，天地苍茫一片，不见山色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些？周先生说，经常见到你读我写的信。将军每次看到你寄来的信，才有一点活人的样子。直到最后一年，你的信断了，将军就彻底变成了一具只会领兵打仗的躯壳。你既然收到了我给你的信，为什么从来没有回过我？5年来，你一字未书。难道西北辽阔之地，竟贫瘠的连一张纸、一方墨也没有吗？不是，婉婉，你觉得你随时都有可能战死疆场，所以干脆与我断了音讯，叫我不得不忘了你。若你身亡的消息传来，我也不会为你而痛，是不是？我的命悬在刀尖上，由不得我。我与你书信往来，不过是给你徒增烦恼。可你连问都不问我，倘若我情愿在千里之外为你担惊受怕呢？我不愿意啊！婉婉，都过去了。你说的倾诉，你可知这5年来我有多恨你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星河处晚风中落空荡，这一世之命与孤掌。看尽衰草枯杨，惊涛骇浪，痛而不忘。星空如深香水流独长，愿为我手下虔诚理想。命淡若朝霜，有你同担，断水一细水流长。婉婉，我现在没法给你3书6篇。哥哥，婉婉，思乡起过，与子成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只是些皮外伤，看着吓人罢了。哥哥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傻傻的等着盼着。我在江南时，每日忙得不敢让自己歇下来，我怕我一停下来就会想起漫天大雪，你离开那时。
婉婉，你放心，我们永远不会再分开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宋叔从账房里支了笔银子。多少？这么多？你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？造反啊？胡说！此事呢，暂时还不能告诉你。随你吧，反正钱赚来就是花的。来，继续。皇上，慢点喝，慢点。无妨。皇上，您休息会儿吧，慢点，好好休息。哥哥今日怎么有空来了？微臣收到消息，皇后去凌云寺为陛下祈福，届时宫中只剩太子，不知皇上情况如何呀？皇帝的龙体如何，全看我的丹药之量，生死一线之间。娘娘手段高明，下官自愧不如。戚伯景手上不过一个李凤渊，可惜他不逢战事，手下不过几百族兵，不足为惧。来人，在。把安远侯府的小姐请入宫。是。要变天了。金春，婉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两位姑娘，跟老奴走吧。婉婉，两位姑娘，跟老奴走吧。二位小姐，别站着了，娘娘还等着呢。不知娘娘找我们所谓何事？就是，公公不说，我们是不会过去的。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不抓住你们，你们的哥哥怎么会束手就擒？我是陛下亲封的太子妃，谁敢碰我？青春，快走，我还记得来时的路。抓住他们！你敢动娘娘的人？我师从开国大将军杨炳，师兄乃是大将军安远侯，若有不怕死的，便来试试。小心！婉婉，既然是你，你也要牵扯党争，铸下大错。两党之争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。带走。李小姐受伤了，去取药材来。你这么做，让我嫂嫂在杨府如何做人？你可是她的生母。是啊，明明我才是她的生母，可她竟然不听我的话，还要去嫁给那个齐伯景近臣。太子继位才是正道，收手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哼，什么正统？天子之术，制衡朝臣。他才是天底下最薄情寡义之人，只要还有一线生机，不争就只有一个死字。哼，即便死局，
我也要让所有人陪着本宫一起死！不，娘娘，安远侯带300兵卒已在宫门外。来得真巧，今日我就送你们兄妹下黄泉，给我把他押出去！哼！微臣奉太子之命，诛妖妃，请君策。李凤渊，你倒挺有胆识，单枪匹马就敢闯进宫。可你看看现在，你的好妹妹还在我的手上。贵妃娘娘莫要说笑了，民兵已经将宫门层层包围，禁军撑不了半刻。今日之事，你已是强弩之末。我还以为你们兄妹情深，现在看也不过如此吧。妖言惑众，娘娘手握重兵，拿下你易如反掌。江文婷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宫外的禁军早已军心涣散，谁还敢为你姑母的谋逆之事卖命？闭嘴！李凤渊，我现在给你2条路，要么你自负请罪，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他，让你抱憾终生。我若自负，你应该会立刻杀了婉婉。我想谁也不会换这个亏本卖了。但是若你现在放了他，我可给你留具全尸，给江家留最后一丝体面。李凤渊，你还不赶快放下刀剑！你妹妹的命你不想要了？你笑什么？你威胁不了他的。他若是轻易受胁迫之人，又怎能平定西北？既然威胁不了，那你也没什么用处，给本宫陪葬吧！娘娘，这。你没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找陛下拿了宫牌，带着民兵入宫了。民兵？还记得之前我问你要银两的事吗？圣齐49年，秦王谋反，并夜至元吉宫，太子领兵平叛，其母江瑾已伏法，秦王自知有罪，自焚于元吉宫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朕年近6旬，在位50年，养天地庇佑大齐，今生病无力堪任，故传位于太子齐伯景，钦此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朕刚登基就收到奏折，上面写明20年前蒋家谋逆真相，为蒋家喊冤。杨清何在？臣在。朕封你为大理寺丞，不受百官约束，调查蒋家冤案，为蒋家伸冤。是。婉婉，你真好看。
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是啊，此事珠联璧合。我把王婉交到你手里了，你可要一生一世对她好，不然小心我的拳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此生我定不负你。雪落将军门，烛影照旧痕。一声哥哥，换来半生冷。排位千弟妹，泪不敢出声。谁知孤女命藏着旧人生。他说不许归，却替我当风尘。暂且春，守不住前尘，一纸迷信烧开命中恨。若我不是你的妹妹，你敢不敢许我一生？30春，等一人归程，下马踏雪吹散旧年灯。若此生注定相逢，愿与你并肩看红尘。